我相信很多人甚至不知道9APP 有提供AI SEO 服务，甚至是我们一直以来有提供 SEO 服务这件事情，可以请Simon分享一下，我们大概你知道的话，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提供 SEO 服务的，然后怎么样发展成 AI SEO 的呢？对，其实大概在这个团队大概是4年前成立。4年前。对，那其实一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Ken 有没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，就是其实，在4、5年前，9APP 的系统结构曾经被业界说是不能优化 SEO 的。有听过这个事情，加入 9APP 之前有听过这个事情。对，这传说应该在电商业界还蛮有名的，是非常盛行。那所以其实我进到9APP，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是在产品部，我是目标是要优化9APP 的整个系统到可以操作 SEO， 可以优化 SEO。那我们大概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件事做完。那一开始我们本来想说，我们来找一些第三方的厂商来优化我们的客户，因为很多客户都有 SEO 的需求。对。但后来发现成效也没有到特别的突出。那我们一开始很纳闷啊，就是奇怪，系统明明都已经 ready 了，怎么会没有把成效优化的到客户满意？所以我们就自己大概 POC 了2到3家客户。那 POC 是什么？POC 就是我们试着去优化，依照 SEO 的策略去优化他们的一些网站结构啊、内容等等。对 ，POC 就是proof of concept，对对对，就是这3个字的缩写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的事情是把照那个理论跟操作的做法，实际上已经进行优化的部署了，在它的9APP 的这个它的这个客户那个品牌的网站，使用我们的品牌的客户。对。那我们大概 run 了3到4个月左右，发现成效都是200%、400% 的成长，很赞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觉得，其实可以，但是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懂9APP 系统的团队来做优化，成效才会是又快又好的。懂。对，所以才衍生出了这个9APP专门做 AI SEO 的团队。所以我们其实做 SEO 已经是3年、4年。对，我们总共3年，然后也累积超过200家的客户。对。但大部分是以在这段过程中，主要是以9APP 的就是用户或品牌为主。对，过去的直到去年大概年中之前，都还是以9APP 的系统为主。但后来9APP客户开始有陆续有一些是客户介绍的，有一些是自己inbound进来，发现因为我们能做的这么好，那可不可以帮一些非9APP的客户，亦或是不是零售产业的品牌代操？像现在全台湾算是最大的专门做近视雷射的一个品牌，对，它就是由我们来做优化。对，我们服务过的品牌其实很丰富，也很领先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认知的是一个附属的服务，所以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那怎么进到我们200多个品牌，3、4年的发展，专属的团队，然后做成效的管理，然后这边表现都很好。什么时候开始去推出 AI SEO 这样的服务？其实主要第一个还是因为ChatGPT moment 出现了，那真的在搜寻量它没有转移，但是因为多了一个搜寻平台，变成整个搜寻的路径是变长的。比如说我在搜寻面膜推荐的时候，我可能还是会在 Google 上面，我还是会依照 Google 的搜寻原则。但我在 ChatGPT 上，我知道了面膜推荐之后，我可能在 ChatGPT 上我变成我会搜寻30岁的男生适合用什么面膜，它就变成更个人化、更长尾式的问题。那一样搜寻引擎还是很多人用，那 AI 搜寻也有人用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换汤不换药，就是大致上的策略跟结构没有改变，但是做法会依照搜寻引擎的爬虫跟AI 搜寻的爬虫些微的不同，那会有一点不一样。那所以我们才需要第2代的 AI SEO，因为过去的 SEO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会需要很多人力来做内容的撰写。对。但有了 AI 之后，其实 AI 作为一个工具，它可以达到降本增效。我可以用 AI 来帮我做策略的模拟、内容上面的模拟、段落上面的分析。那所以我们希望推出 AI SEO 是帮助客户，不只是能够拿到更多的成效，在你做这件事上的时候，也能更有效率的去完成。所以我们才会不只是把AI SEO 让你创造出更多的你希望看到的搜寻结果之外，能在不同的搜寻节点上面都能让你的品牌被 AI 推荐跟提及。有请教 AI Graph 到底是什么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命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看了一篇1到2篇哈佛跟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，是他们认为 AI 在
判断一个搜寻的时候，他拿到一个搜寻字词，他在看这个搜寻，他会有点类似用一个图画来看这个他的搜寻结果。所以其实大家有在玩 AI， 其实可以发现他的回答其实有一个逻辑。他先回答问题，你的问题他会先给你一个解答，他再补出更多的重点说明，他再问你更多的延伸问题，或者是先给你商品推荐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做 AI 贵妇这个功能，其实我们是我们先透过工具把 Google 或者是 ChatGPT 的常见问题收集回来。对，每一个常见问题它其实都有其价值。那我们把这些常见问题，我们自己统称为一个语义标签。比如说我搜寻我的主题叫面膜，那可能很多人会问说面膜晚上可不可以使用？那面膜的草本精华要怎么选比较好？对，这些常见问题我们变成一个一个的语义标签，会放在特定的页面上面。所以点击进来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 AI Graph 的页面，它这页面就会先回答这个问题，再给你重点说明，再跟你推荐商品，最后再做延伸的阅读。每一个延伸的阅读点进去，它又是另外一个AI Graph 的页面。那做这件事情是有2个主要的目标。第一个是这些页面不是要给人看，主要是要给 AI 看，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，AI 在看这些关键字词或者是在看这些问答的时候，它把它当成图谱，亦或是我们用比较工程师的术语，它把它看成一个 API。所以这 API 都会有固定的栏位跟格式，所以我们这些栏位的格式都是故意设计好要给 AI 看的，甚至是我们连呈现的方式都有把比较 AI 化，那些小的 icon 啊，或者是颜色等等。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加 AI 的提及率、引用率跟曝光率。对，那确实上线之后，目前有上线的3到4家客户，它的引用率跟曝光率，这些页面的引用率跟曝光率都是5倍、10倍的成长。那第2个用途啊，其实会藏在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的这些常见问题。当我布局在特定页面上面的时候，过去没有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想象一个路径是，我在看这些分类页，我本来就会有这些问题。那我的过去的路径是，我会跳到 Google， 或者是我到其他的可能口碑网站去做搜寻。但现在不用了，它就进到你的网站。对，我直接在这个网站，它网域没有跳转，它一样在这个网站里面，所以变成它有这些问题，我们帮我们的网站变成一个资料库，用庄家的方式来解答。之后它就可以看完它的解释之后，直接给你商品推荐，它的消费者路径它就不会断掉，它还是在整个你的网站里面去做浏览跟移动。所以这是我们2个主要的目标。了解了。Tag 是9APP 系统自己生成的吗？刚看到27万页的 Tag 很可怕。对，那个 Tag 跟 AI Graph 的一个的页面，全部都是9APP 的系统自动生成。那我先讲一下 Tag 的原理。对，其实 Tag 它就是我们每一个商品它都会有描述，我们就会把这些描述做断词断句之后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把它打到一个3维空间里面，那再根据搜寻量跟 AI 的相似度，我重新组合成一个一个有意义的词汇。那其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做到分类最大化。举例来说，像可能我在找一件外套，对，可是我想找的是防风外套，那我的多数的卖这些户外用品，它不会有一个特定的分类页叫防风外套，那我就可以用标签页把它组合出来，那它就第一个是 Google 上面容易被搜寻到，对，第二是当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，在特定的情绪有特定的需求，我就容易被点击。原来如此。对，那这些完全都是全自动的，那 AI Graph 也是 ，AI Graph 的页面也都是完全自动生成，好。我干嘛需要这么多几十万个 tag？这件事情真的是制作起来不会很麻烦吗？管理起来不会很复杂吗？这系统是全自动运作的吗？就是我其实很难想象几万的在我背后，在我网站里面就生成出来了这件事情。对，其实它那个 tag 啊，它等于是第一个是从 SEO 的角度来说，其实爬虫很喜欢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一个页面上面有越多的内部连接越好。有越多的内部连接越好。对，所以我的等于是爬虫进来，它每一个页面可以互相做导连，它就知道原来这 A 页面跟 B 页面是有一点点关系的，那它就会串联起来。那这个是在站内的角度来说，那这些 tag 页越多越好的，其实第2个原因是我等于在网际网络帮你多开了20几万个门。对，所以大家比如说过去搜寻防风外套不会找到你，对，但现在找得到你了。那亦或是比如说假设是面膜。每一种面膜应该都会有一种特定的情境，或者是不同的成分。比如说积雪草面膜，
那过去你的分类可能不太会特别为积雪草分出一个面膜的分类页，但现在通过 tag 页，你就可以得到，原来搜寻积雪草面膜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。然后这件事情再结合上前面提到的 AI Graph， 能够自动去辨识到有在搜寻的相关的产品使用场景，对，然后自动再生成内容页，再去回应长尾需求。对，那很可怕，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写 FNQ 的时候，这是有限的，对，就是好像大家在问的就是那个5个6个问题，对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特别是消费型的产品，它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多。对，它其实就会有很多种组合可以玩，成分加产品，对，情境加产品，甚至是因为我们的 tag 是可以加黑白名单。黑白名单，黑白名单意思就是你的描述没有，但我觉得这个词是有意义的，所以我把它一定强制加在里面。那这种就有多种玩法了，比如说我有一款产品，我发现在 Trade 上面很多人讨论，对，我可以再加一个标签叫做 Threads 面膜推荐，懂，就变成是这个 Threads 的这个系列的标签分类页都是 Threads 上面热议的，那它就会有很多种的玩法。为什么要选择9APP 的 AI SEO 服务呢？就是说 SEO 服务呢？因为其实现在坊间还是有一些，我相信大家各个品牌或客户的还是有一些选择，那大家也应该帮自己选择自己最好的选择啦。那为什么要选择9APP？这就你现在服务的观点，就是。因为过去我刚好其实也服务过在台湾蛮大的 SEO 的其他厂商。对，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先区分成你是不是用9APP 系统。对，假设今天你是用9APP 系统的品牌，对，基本上你一定要选9APP的原因是因为9APP 系统后台真的是比较复杂，但这个复杂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我们的功能太多了，我们有会员，我们有购物车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点数，对，所以要在哪里找到在哪里要优化什么，它是会需要有一个知道主场优势的团队来告诉你优化，怎么样优化最快，所以9APP给的建议一定是能在9APP的后台做修改，我们不会给不能改的建议。那第二个是 SEO， 它确实它前面需要一段排名建立期，所以这个排名建立期取决于你帮你优化的团队够不够有效率，那越有效率的团队能越快帮你取得成效，所以使用9APP的系统基本上用跟9APP的团队合作，你才能得到第一个是一定能被优化的建议，第二个是最快告诉你在哪里做什么的建议。OK， 那假设不是用9APP系统的品牌啊，其实很多的客户啊或者是品牌，他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们是不是只会做电商？对，但我的答案是我们不是只会做电商，而是电商是在整个优化搜寻的优化里面是最难做的，因为它的网域权重不那么吃香，就是当今天爬虫在选择，它会优先选媒体的网站。那在这种情境底下，我们都能把电商的系统最难做的做到成效这么好了，我觉得要优化其他网站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有更多的技术跟招式，或者是一些 know how 可以来帮助你布局。不管是 SEO 还是 AI SEO 上面，如果不使用我们的，目前来讲这个品牌没有在使用我们的 CMS、我们的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， 或者也是不使用我们的官网这边的管理系统的话，还可以使用我们的 AI SEO 的服务吗？可以，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的 AI SEO 服务跟其他第三方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不是只有顾问，我们是有顾问加功能的服务，我们顾问功能加服务，对，所以第一个是顾问服务，我们一定可以进场协助没有问题，因为基本上不管是 know how 还是工具，我们都掌握。那第二个是我们有一些功能是现在直接可以透过 API 串接，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AI Graph、AI Tag， 我们都是可以快速的帮你接上你们的网站，所以基本上要使用这些功能也是没有问题。然后最后看在是最后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要为什么使用 AI SEO 要跟9APP服务的点是，其实AI 搜寻发展到这个时候，有点像是在比拼在台湾的资本的大小。怎么说呢？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像 Google 啊、ChatGPT，其实它在台湾要优先找合作伙伴。是，它有那个对接厂商的问题。它比较像 Google 是有直接找上我们，希望一起合作它的 Gemini，所以我觉得发展到这个程度，使用9APP的系统，
一定要使用9B 的团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Google 都直接找我们了，懂。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是有办法跟他有一些管道，或是有一些合作的机会。对，那非9B的系统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跟 Google 的讨论，其实都会转化成我们在优化或者是我们在策略上面的一些优势。Tag 内容可以厂商提供吗？因为厂商比较了解消费者搜寻的问题，这是不是有点像黑白那个？对，其实我们 Tag 是它会自己用AI 自己会去断词断句之后，会找收量最高的来布局。但假设客户有自己的需求的话，可以根据黑白名单自己去调整那个标签的内容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所以黑代表说有些我可以不回答。应该说我的某一个商品我就一定不要贴到这个标签。OK，白就是我某一个商品我一定要贴的标签，对，所以用白的方式来做没错，来做处理。对，好的。